掌心使，大理寺卿传你问话。传我问话？具体我也不知，只能劳烦你跟我走一趟。平安见过郭司卿。 在你面前的女子自称是御史案的受害者，说此案与你有关。叶心使，你作何解释？御史一案中，的确有3名女子，因我的入眠之术，被带进了废宅。那她们分别是谁？是否还在世？这些年来，我只见过其中2人，一人名叫阮琴，已在10多年前离世。 另一人，正是您面前的这位陆丹心。啊，在这儿的一个是受害者，那么另外一个，不就是加害者了吗？叶心使那时还是个孩子，受人蒙骗嘛，也算是受害者。当年利用你的人，到底是于乾还是度量？是度量。郑源带我见了度量。 我亲眼看到齐君山带人烧了废宅。度量、郑源、齐君山，怪了，这3个人怎么这么巧，都在今年一个接一个的死了？我倒是记得叶心使，因为郑源和度量2度入狱，
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啊！他们作恶多端，还贪得无厌，贪财、贪权、贪名，鱼肉百姓，蚕食国本，想必是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的世职是圣上亲封，御史案又事涉前朝，如今有人证而无物证，你们想推翻旧案一事，我不能定夺。拿吉地来。圣上送来2样东西，重叠的茶饼，一片叶子，重茶，重茶，叶，落叶。遵圣意，因尔等状告的度量、郑元、齐君山均已亡故，又并无证据，须待大理寺查证你等所言，找出证物，方可重审御史案。另一道圣意，叶平安此前牵涉郑元案，身居使职后，又对旧事隐瞒不报，其心不正，不可为官职表率，故此夺其使职，贬为庶民。平安领旨谢恩。这落叶之意，郭嗣清确定只是将他贬为庶民吗？郭某不才，只能将圣意揣摩到这个份上。海公若是揣摩出了别的什么意思，可向圣上求证。不，大理寺审案自当是嗣清所主，只是我觉得此案非同小可，所以应该还需要由刑部。郭嗣清，海公，嗣清可是在审御史案？哼，你消息还真灵啊，这么快就知道了。少丞自荐主审御史案。哎呀，这是块烫手山芋，你倒是偏要抢。此案无证，时隔多年，百姓心中早有定论，且是先帝时定的案，你查什么？怎么查？是往小了查，还是往大了查呀？圣上尚未明示，你心中有数吗？郭公了解我的行事，我敢接，心中自然有数。倘若有任何问题，也不会连累嗣清。郭嗣清啊，少丞办事向来沉稳，查案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怎么，嗣清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好吧，少丞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主办吧。你可有异议？只要能还所有罹难者一个清白，还愚公一个清白，一切但听郭嗣清和海尚书安排。你是此案的关键人证，住处可安全。啊，郭嗣清不必担忧，担心姑娘现在住在我的府上。叶平安，你在医馆等候传唤，谨言慎行，绝不可再生事端，否则就不是罢免这么简单了。是。
马上就到吏部考公司评定了。你若此案办得好，我借你去御史台。那就先谢谢老师了。快到8月15了，家母做了些糊饼，到我府上去小坐一会儿，先尝为快嘛。好。来2个饼。哎，好嘞，我前面还欠着2个，稍等啊。这事儿啊，绝对是真的。这海尚书这么廉洁奉公的好官收留了他，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这事儿大概是这样：海尚书和于谦有故交，于谦受冤致死，海尚书忍辱负重，直到找到了受害之人，才和女子一起为于谦平冤昭雪。哎，你这么一说就通了。海尚书可真是有情有义啊！要不是他，那这么大的冤案，可就真埋进土里啊！最不要脸的，就是那个叶平安。别人骂他的时候，我都没吱声。我也是，我可从来没有骂过。你的饼好了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啊？那布告你们都看见了，当年叶平安害了多少人，跟这样的人做邻居，简直就是耻辱。对，你们以后谁也不准来这个医馆看病。不来便不来，你损人财物，也太霸道了。什么叫霸道啊？我看你前段时间来他这里看病是被他鬼迷了心窍了你。这个女人是赶都赶不走，要不是没钱，谁乐意跟他住那么近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算了，以后谁都不准来。上来。你主动接下此案，可有想清楚如何审？我以为老师已经看清了我的忠心，没想到你还是对我心存疑虑。多心了，你已是我的门生，日后诸事我们还要同舟共济，没什么信不过的。有一事，我尚未弄明白，老师为何要带着那位陆丹心来翻案？御史案重审，就如这块小小的饼，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而武安康，他追着徐清、龚少不放，为的是这块大饼。就连他都穷追不舍的事情，你说圣上会没有察觉吗？老师是想借御史案重审，来掩盖严仓之事。你向来是个体恤民生疾苦的好官，为何要为了这些盘剥民生之人费尽周章？民要保，官也要保。每朝每代都在惩治腐败，每朝每代却贪渎不绝。少成啊，没人做得了孤臣。做孤臣的下场，就和那于谦一样，对吗？可老师保了这些官，又真的利得了民吗？不先让官吃饱，有多少人愿意做事？这些人不做事，又如何撑得起举国的繁盛？所以，人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。有时候苦一苦百姓，也是为了大局。你说呢？老师真知灼见，学生受教了。少成医院做那识大局之人。好，可谓一点就透。
让大将军见笑了。你是不是想问布告的事？不用问。我这个人交朋友，是凭自己的感受，从不听别人说什么。你知道营校吗？听说过，但真的发生过吗？很多年前，我在军营里遇到过一次。记得那会儿，大家昼夜杀敌，天寒彻骨，又缺粮草，每个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。就连我，也渐渐地感受到了绝望。一天夜里，军营四周突然传来士兵的嘶叫声，他们中邪般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这声嘶喊如同瘟疫般蔓延。我连忙扯下布条堵住自己的耳朵，试图喊醒更多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营校过后，6000将士只剩下1000人活了下来。谁能想到，竟比在战场上厮杀，死的更多。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。所以叶平安，如果你想要打一场大仗，精神就绝对不能垮掉。你看，这片野草，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颜色，春时绿，秋时黄，但不论什么时候，都坚韧不拔，顽强生长，对吧？谢谢。你说这人心若是像山茶花一般洁白无瑕，那所有事情是不是就简单多了？谁不是生来质朴呢？在这尘世里滚了一圈，才失了本来的颜色。言而不谙世事，以前我觉得是不幸，可是每每被阿杂捂了眼，回到府上，看到他那么的单纯天真，我就好像被洗涤了一番。海关为了名声，可是真能颠倒黑白啊！这么快，连府上的丫鬟都开始议论，你是如何挺身而出，代我翻案的？哎呀，我可没做什么，只是人多眼杂，查起案子来，这消息啊，难免就走漏出去了。你所求的，我已经帮你实现了。你也看到了，若是没有物证，大理寺很难凭忽然冒出来的口供就推翻定论之案。但是有了于前那封信作为旁证，想翻案就简单得多。说吧，接下来海公想让我怎么做？圣上惜才啊，连郭瑜都能看出来度量他们接连出事和叶平安有关，那圣上岂能看不出？却对他重拿轻放。但若叶平安所为过了头，甚至是有违圣意，那么他的命，圣上便不会再留了。莲儿，这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莲儿回来了吗？你去找找莲儿，该回家吃饭了。今晚有大月亮。哎呀，这才好了几天呢，又糊涂上了。你女儿她不是……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去找啊。你回房间，别乱跑，乖啊！来来来，慢点慢点啊。莲儿。海公，今夜圣上和百官会在千秋阁拜月。那海公的安排是？届时守在李宗旭府外的兵，
会被悉数调走。我要你把他绑到长厦门的城楼上来。挟制宗亲，罪同谋逆，为何要我自寻死路？当然不是，我要你把叶平安也约到城楼上来。等我和圣上到达长厦门，你借机杀了李宗旭，然后栽赃给叶平安，这样挟制宗亲之罪就和你无关了。叶平安能言善辩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恐怕他还会反咬一口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让大理寺的人在城楼上待命。李宗旭一死，叶平安罪无可赦，就地格杀。这已死之人，还如何自辩呢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圣上和百姓俱在，海公这戏台子搭的可真是不小啊！叶新义，叶新义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还好吗？蔡老板，可还认我这个朋友？哎，我蔡允行商讲的是一个义字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啊，你是来看长青的吧？是啊，他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他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倒知道今天是8月15。啊，这位是叶新一的朋友。啊，那就一起吧，人多了热闹。来来来来。所以，当你看到铜钱是无字的时候，反而知道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梅党之间还未倚重我，深得重用的人，仍旧是他海一平。想要得到梅党的器重，还得先砍掉他们的臂膀。直接承认想站在我这边，很难开口吗？我觉得你应该也猜到了，陆丹心跟海一平做了一个交易。他们打算用你的命，去换一次为于谦翻案的机会。所以你推测，他们会去大理寺？我还探出了海一平的口风，他打算今夜动手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丹心一早给我递了条子，约我今夜在长厦门上见，说要将一切做个了断。李宗旭也在，我必须去。寒山云梦肉，风茄子，长生粥，青儿，都是你喜欢的，别急啊，一会儿就好。来，尝尝阿爷做的饭，好不好吃？来尝尝，看我手艺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
就是觉得现在有种家的感觉。味道不错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儿啊，你带那受害女子去沉冤，总算让御史案有了翻案的希望。娘这心里啊是越想越高兴啊。这是儿子该做的事情。想想那叶平安呐，也怪可怜的。小时候被人利用，发生了那么惨的事儿，你说他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呀？娘，这么好的日子，不要再提那些往事了。祝娘秋节安康，万寿无疆。好，爷，娘，安康。哎，好，妍儿来。哎呀，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哎，看脚下，哎，慢点。莲儿，莲儿，你可回来了，把阿爷想死了。是啊，阿爷，女儿回来了，今天陪你过节，咱吃顿好的。好，来坐。来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今天晚上啊有几个老主顾，我得应酬一下，我这忘得死死的。你们吃啊，我去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今天高兴，多喝几杯啊。那您忙。哎，好。尝尝我的手艺。莲儿，原来你已经找到自己中意的人了，怎么还瞒着阿爷呀？伯父，是我思虑不周，本想找个吉日专程来拜访你，就没让他给你讲。来了就好，都是自家人，咱们吃饭吧。莲儿，你看你瘦的，你得多吃点儿，肉要多吃，菜也要多吃，身体才能好，是吧？是。你小子，我问你，有没有欺负我家莲儿啊？伯父，这我哪敢啊！莲儿这般聪明，她不欺负我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我家莲儿又能干又聪明，将来定有大出息。你小子，你太有福气了。那是。阿爷，无论女儿以后在哪儿，都会如天上的明月，常伴你左右。好，今天是8月15，来，咱们喝酒，一起喝杯团圆酒。原本以为没有姑母和丹心在身边，我会是一个人。谁知道最后还吃上了顿家宴，哪怕是演戏，我也知足了。这不是演戏，在这一刻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你这么说，倒让我怪留恋的。怎么，当我厨子当上瘾了？你见过手艺比我还好的厨子吗？我们不过相识了数月而已，但有时候我却觉得，我们像认识了很多年一样。
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回来之后，再一起上路。会平安的，大家都会平安的。秋一盏，缘一段，故事无数的聚散悲欢，回首一晃然，如梦似幻。一并肩，一张脸，历经世间无数千，才知道谁值得眷恋。以后会遇见我。城市片，许下的心愿，星辰能够听见。伯父，我没喝醉，我刚才想起一件事情，我知道。是莲儿，莲儿回不来。但我不能辜负叶心一片好意。在这圣都，只有他和蔡云才真心帮我。是好人，你是他朋友，你也一定是好人，你去帮帮他。圣都，甘如这皎皎明月，清辉常在，如今却被迷雾笼罩，长夜难眠。叶平安是圣都的一束光，他将这死气沉沉的地方唤醒了。该去参加拜月宴了。郎主，对于那个陆丹心，你就真的那么信任吗？他不重要，只要叶平安一出现，就必死无疑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小的不知。圣上要处置李氏宗亲，都得巧立名目。他叶平安区区一庶民，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挟制宗亲，妄自杀人，此等重罪，当以极刑论处。查到了什么？我查出智库掌柜和一个叫苏无两的私盐贩有来往。苏无两偷买东桥仓官盐，却不直接付钱，而是用还债的名义把钱付给智库。从少卿李腾超的智库暗账上来看，徐青等人取走的钱，就和这个私盐贩有关。徐青用便宜的物件去抵当，取走了智库的银两，这样一来，便直接洗清了倒卖官盐的赃银。真是狡猾。那我们是否动手抓人？即便我们抓了那智库的掌柜的，也没有直接的证据。再说了，这更不能证明海一平与此事有关。要不要等考公司评定时，
海一平将保举官员名单上报才动。只要查出他保举的一人贪赃枉法，便可连坐局主盘查海一平。等不了了，海一平今夜就要对叶平安动手，我绝不能让美党的人知道我在背后调查此事。你将这些证据尽快交给王刚。那我们做什么？你今夜潜入海府，将所有人的保举名单照抄一份，一个不漏。是。没想到圣都这么多新奇玩意儿，真是热闹呀！母亲，等阿兄攒够钱，一定把你们都接过来。哦！今夜这月明人安，一片遮云也无，是昭示着天下生辉呀。圣上见了必龙颜大悦。四卿所言甚是啊，民乐岁富，皆是托圣上之福啊。海上说，怎么了？有将军派人来报，李宗旭被人掳走了。叶平安现身长厦门，公然挟制琅琊郡王，声称他参与了御史案，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以泄私愤。叶平安哪来的胆子？郭子敬，事急从权，我看你得速速调派人手，以防不测。你们先去。袁绍卿，海公带话给你。只要李宗旭一死，就立刻放箭，射杀叶平安。无论是何情由，叶平安敢当众挟持李氏宗亲，便是不把我大封律令放在眼里，真是悖逆妄为，罪不容诛。陛下，为正民心，当让大理寺将其格杀，以儆效尤。哼，朕倒要看看，他敢不敢当着朕的面狂悖犯上。摆驾，长厦门。陛下，那众臣恭候赏月。天都要反了，还赏什么月？看什么呢？这么起劲儿？一只死老鼠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就是老鼠的智慧。知道最厉害的猎人是怎样的吗？就是把自己伪装成猎物。你与鬼叔相识多年，这件事只能拜托你去做了。平安呐，你交代我跟海一平说的事儿，我都记住了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你主动暴露自己，天下人会不容你的。正因如此，海一平才会出手。他为我织下的网，也会缠住他自己。鬼叔，此局一起，担心将无处可去，只能来找你。我需要你点拨他，去假意刺杀海一平。此局凶险呀！你想好退路了吗？想好了。正因凶险，我还需要你带着公母先离开。
似成灰碾落成泥，如烟旧梦不可及。渐远的呼吸堆叠成疏离，思念成片绵为体恤，纷愁乱絮不成句。回眸间已无前尘。